韩国瑜到美国说获得高规格的欢迎酒会，而且呢，裴洛西上到台湾来，美国众议长，而且是顾问议长你看他跑来这里来欢迎这个代表团，3个国民党，3个民进党，1个民众党，这样韩国瑜，而且重申挺台湾的立场，而且呢，国会欢迎酒会就有33个两党的联邦众议员共襄盛举，众议员，那另外呢，参议员也会晤了好几个议员所以加起来有40几个美国参众议员因为美国有325个众议员，只有100个参议员那他们都热烈欢迎我们的代表团而且说要坚定支持台湾。你看佩洛西韩国瑜坚定支持台湾那另外呢，跟佩洛西公开会面，韩国瑜说：“哎呀，台湾的外交很艰难呐。”韩国瑜又讲出妙语来了。前天不才讲什么蚂蚁第一个什么奶什么之类的，就带奶油，就带了一个绳子，就犯人可以从高塔上逃出来嘛。他今天说，他说台湾像是情圣卡萨诺瓦什么叫外交处境艰困？在国际上只剩下一种感觉，就是只能谈恋爱，不能结婚。我想说这什么意思？我赶快去查资料什么叫做台湾的国际处境叫只能恋爱不能结婚？就这些国家跟我们只能谈恋爱，都说我们关心你就是台海不能有战争我们跟你各种合作但是不能建交不能有关系不能有婚姻关系可能有其他关系，不能有婚姻关系所以呢，只能恋爱不能结婚那民进党就说了，我们又不是婚友社，什么只能不能结婚就查了一下，意大利情圣叫做卡萨诺瓦，他一辈子这个他有132个女人，跟103个女人发生关系，但是没有结婚。不过他最后还认识一个他喜欢的女人，通信了20年，但是也没结婚。所以韩国瑜就是说，你们都说跟我们很好但是搞了个半天只是好而已对不对？那你结婚也不结，建交也不建真的实质只看只能搞一些这个。反正就是其他的关系啦，但是真正的婚姻关系是没有的。韩国有这样的这个感叹来，向总，你有相同的看法吗？人家讲了之后呢，大家都会想要当卡萨诺瓦。在讲什么？这不是很棒吗？没有开玩笑。在讲什么？不过当然韩国瑜喜欢用比喻，他喜欢比喻，对。但是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今天所有的所谓的外交关系、承认关系，都是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后才有的概念。那在过去，在没有民族国家之前，交往就是交往。那交往的时候，大家有些双边的契约关系，没有把承认这件事情看得太严肃。可是今天呢，当看待所谓的承认，因为它核心的关键是在一个联合国的宪章的架构下面，因为联合国宪章是1945年之后这个地球上面最重要的政治文件，因为这个政治文件，所有在这个国际社会当中呢被承认的拥有合法通行地位的成员国，它都必须是联合国的成员国，而台湾已经不可能。那与其看韩国瑜去美国是不是受到了欢迎规格，我相信了，公开的一定会比郑丽文高。那美国呢是不是要拿来恶心这郑丽文，或者借着韩国瑜跟郑丽文去凸显，就是说我比较喜欢谁，我比较不喜欢谁，所以你们就应该比较像谁，不要像谁。美国一定会玩这一套。但是呢，这些呢，接下去我相信美国的内部呢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杂音。但是如果真的要检视今天台湾的国际的活动空间，其实还是我们刚谈的那个国家最有意思，那个叫立陶宛的。立陶宛在过去我们经常给它一个谐音叫做 Little One， 它真的是个 Little One 它非常非常小。但是它又是一个非常在波罗的海，它不只是一个波罗的海三小国之一，它是一只在波罗的海的夜狼，它自大的不得了。
他经常呢觉得呢他是那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国家，把自己呢放大到不成比例。但是呢，这个叫做立陶宛的国家，今天在过去5年里面，所有在台湾和立陶宛关系呢所发生的一段一段的变化，到今天为止，他就是很清楚的告诉你，今天在联合国体系下面的一个中国框架的威力。立陶宛呢走过一遍之后，他已经告诉你的那个感觉就像是直接撞火车，所以立陶宛这个时候跟台湾的关系的改变，不只是台湾和立陶宛的关系。老实讲，今天从北京的反应，我认为北京根本不 care 你立陶宛是不是呢要重新的修补呢跟北京的关，北京不急，立陶宛也不重要。立陶宛呢是欧盟的困扰，并不是北京的困扰。可是呢，台湾在处理立陶宛的关系，台湾在处理另外一个叫做索马利兰的关系，它终究会成为台湾对外关系的处理里面最失败的2个关系。这个叫做立陶宛的，只是给你一个台湾 Taiwanese representative。台湾高兴得不得了，当时蔡英文连续几天，天天到处讲，你看我们在欧洲呢有一个呢承认台湾的一个国家。对，在当时呢，立陶宛我们挂了那个牌之后，其实真正重要是我们设立在立陶宛的那个代表处，它是有领事事务权的，它是可以呢给当地人呢发台湾签证的。可是2022年，立陶宛终于也在台湾，立陶宛在台湾也设了代表处，你知道吗？设代表处的当天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我们外交部派谁去？我们外交部呢派了副处长。部长没有去，次长没有去，处长没有去，派了副处长，我就是对你失望的不得了。因为在当时的吴钊燮呢，给了立陶宛，拜托立陶宛说，好吧，那我最后的底线，你的名字等等呢，我都不在乎，但是你设在台湾的代表处呢，你要有领事事务权。立陶宛说没有。换句话说，今天呢，在台湾设了一个代表处，挂了个牌子，但是这个牌子没有办法呢，用立陶宛的名义给你任何包括申根签证都没有。这个呢，纯粹呢就是来台湾呢做促销的，来博感情的一个代表处而已。立陶宛的失败，对照于呢，当你作为一个联合国的成员国，你有没有看到呢？上个月在联合国里面呢选非常任理事国，非常任理事国呢有2个国家的重大挫败，会给立陶宛很轻的，一个是德国，德国作为欧洲第1大国，他只不过想当一个小小的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呢，就说呢，这个呢，副理事长就是非呢正式的非常任理事国，他竟然选不上。德国是对立陶宛有巨大影响力的国家，连德国都选不上。另外呢，你看到呢，菲律宾当过4次的非常任理事国，结果这一次惨败。你今天立陶宛除了在国际社会，除非你不要混了。如果你要混的时候，你认为没有中国对你任何的支持或者默许，你办得到吗？台湾这件事对很委屈，韩国也觉得委屈，我也能理解。但是这就是政治现实的框架，在联合国的框架下面，一个中国的威力，没有人挡得住的。好吧，人家韩国瑜在讲说台湾的外交准像卡萨诺瓦，汤湘龙讲了半天只是羡慕而已。好，但是他这中间我也在想说，有一点角色有点奇怪了哈，到底台湾像卡萨诺瓦，还是这些国家像卡萨诺瓦？台湾是想结婚的，希望跟每个国家都建交啊。要结这么多次吗？100多次，这些国家只跟台湾谈恋爱而已啊。所以到底那个角色是怎样？到底谁是谁？谁是情圣？谁不是情圣？台湾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国家是怎么回事？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赖清德说，我们到美国茶叶现在免税了。我们的芒果到法国，一个芒果卖1110块，哦，所以呢，谈到凤梨世家，说换个市场路更宽嘛，干嘛一定要大陆呢？换个市场不是更好吗？哦，农业部说，我们现在德国、荷兰、意大利都有跟我们谈这个水果的外销的市场，哦，所以呢，这个不只是芒果卖到法国，其他也都来问了。台湾芒果真的不错哦。尤其今年芒果，为什么今年芒果特别好哈？因为今年芒果在开花的时候天气非常好，所以这个花都变成果实了。去年为什么那么惨？今年几乎没有芒果，因为去年在开花之后下一场大雨，花都被摧毁了。当没有花的时候，怎么有果呢？哦，但是今年接下来的瓜会很惨，
因为今年的各种瓜在开花的时候，天气不好，所以将来你看那个瓜可能有裂果，所以农民真的很辛苦，耕种1年就等这次收获，一到老天不赏脸的时候就很惨哦。那而且呢，你真的好的时候又太多了，价钱又下来了，谷贱又伤农，哦，不好这个生产不好的时候，这个固然价钱高，这个没有啊，哦，所以农民真的是很辛苦了哦。所以农业部持续推动凤梨世家废园去转做，说呢4年间累计废园556公顷，因为大陆外销好嘛，很多去种了，后来慢慢现在就减少了啊。那另外呢，台湾芒果不卖中国市场，哦，还拿卖巴黎来宣传，郑丽文说是侮辱农友的智商。哦，为什么芒果不能卖中国大陆呢？只能卖巴黎呢？啊，陈亭妃说呢，他将来如果当选台南市长，不靠政治影响，也不会这个受到中国影响，所以我们要靠自己哦，把我们的芒果或是这个凤梨世家都能够外销啊。那联合报的黑白旗说，这叫做打肿脸的芒果，所以呢，搞了个半天，靠芒果把他们脸都打肿了。郑丽文说，水果都变成中共的同路人了，哦，水果何辜呢？怎么会变成同路人呢？我们看一下。台东合体台东县长饶庆铃、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任内首场行动中常会声援凤梨世家果农。这个是和平大使啊！第一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我们的凤梨世家吃世家就可以推动和平，安利好不好？当然也力挺饶庆铃。郑丽文说，饶庆铃为农民请命，却受到百般刁难，还不忘调侃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我是觉得梁文杰他大木世家跟凤梨世家他根本分不清楚了。我嘛不知道有看过凤梨世家无？被我们的陆委会嫌弃，讲台湾人不爱吃，连水果都要被当作中共同路人啊！你看有听力无啦？我觉得其实这一题很单纯啦，就说无论卖到什么地方去，卖到中国也好，卖去日本、卖去法国，我们都希望台湾的农产品以及所有的我们的产业都可以推销到国际上去。那可是我们都不希望，都说我们这么好的产品会变成是一个两岸有的时候在变成是讨价还价的筹码，甚至会因为这样影响就是农民，他这一年他可以出口，他下一年他不确定他可不可以出口，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希望都说篮子不要放在同一个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就是希望我们既然希望产销稳定，从产业的这个生产端到行销端都可以稳定，所以凤梨世家，我们当然希望有好的产品，你应该稳定可以输送。那我们都很遗憾，是说看到中国大陆，他每一次他都会拿不管台湾农产渔业啦这种农产品，有的时候他就会用一种这个上面有果蝇啊果虫的任何的借口，他就会拿一挡，所以这种会常常不只是造成我们在推广农业，也会造成农民上面的损失，所以我觉得这一题其实，我相信未来无论是谁来当台东的县长，任何一个县市都希望水果可以销到国际上，卖越高的价格是越好，这何乐不为？那我其实也想回应一下，就是前面刚才有讲到，就是共谍案哈，这个共谍案，我觉得这不分党派。其实，在台湾，甚至不要讲在台湾，世界各地，其实现在都很多会，因为这个中共他就是很刻意，他要去渗透，所以都会有这种间谍的这种威胁。当然，民进党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在看各种案子，我们都希望该办就办，好，那也不要因为办你这个就也要还人家清白。如果他真的是无辜的话，所以我刚才想要特别回应一下，就说。刚才说当中有一位这个何仁杰嘛，好，一审有被判8年，好，那我们看了一下这个2审的原因，除了有一个部分是刚才洪委委员讲，就说疑似是另有其人，好，有一个什么大 B 的疑似有另有其人，那他们是说，因为他从这个看到主谋他写的那个行程报告，他那个行程报告依照调查，他是找何仁杰要的。但这个报告里面其实比较多都是
新闻稿的，或者是公开查得到的。我看到目前的资讯是这样，所以在2审的法官判决上，把它列为就是第2审无罪。但我认同的是，无论查到什么地方，如果真的另有其人，就应该要查办到底。但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说画下一个就是好像你有党政就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误解。南璇。我觉得既然讲到何仁杰，我就觉得说呢，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我们不断的在讲到说对岸对我们认知作战，不断地讲到说呢，台湾的整个的处境呢，不断的被对岸渗透。既然如此，真正我们刚刚一路在讲到务实跟务虚，你务实的去谈它，就应该有例子，你就应该严惩，就应该重办。接下来大家就不敢了。那更何况是民进党党内。所以我觉得何仁杰的话，目前看起来他的理由是说，他说他不知道，他只是交给黄曲柔，他并没有交给对岸，他并没有直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并没有拿钱。那问题是你作为一个外交部长的办公室的资历如此的没有警觉性，随便人家跟你要个资料你就给，随便跟人家要个资料你就给，你即便没拿钱，你没有任何的这个警觉性吗？你不认为这个部长的行程或者一些相关的资料也可能会成为一些你不管狙击外交部长，你可能因此重新那边透露出蛛丝马迹都可能啊。所以我认为坦白说，既然尤其是这一群民进党人，事实上是让大家很伤心的。你民进党会去批评别人卖国卖这个叛徒，你自己本身那么的不精心，然后大家看起来就轻放，我觉得这点是说不过去的。所以说实在话，不管他们觉得他们多无辜，我都认为只要有这个相关的事证，他们不具有这个真正的警觉性，他们甚至拿了钱，都应该要被严惩。另外讲到这个农产品，我真的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荒谬就荒谬在说，如此简单的事情看起来很简单，所以呢，照理来说，政府替农民卖水果也应该很简单。这个搞到现在呢，梁文杰跟赖清根本都胡说八道。我觉得赖清德说什么什么换个市场路更宽啊，你换呢？你换给我们看嘛。就今天为什么我们的凤梨世家就是还要靠这个姚庆林去到中国大陆卖，因为你其他的市场卖不通嘛，卖半天我们上次不是也讲了吗？你卖去新加坡，你卖去这个东南亚，你卖去香港，加起来也不会你总共外销95%当中5%而已。那你说换个市场，那你换给我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到法国巴黎，你真的去看那个资料，你就知道法国巴黎是精品市场。是精品上，它卖到哪里去呢？它卖到米其林。你去看那个照片，哇，我们那个芒果被精心对待，一小片还不是一颗，一小片雕花啦，这样子弄那样子弄啊，就一小点点放在一个，大家吃过米其林之类的吧？一个碗啊，都摆得直漂亮的，里面一小撮。你知道总共去年卖到法国巴黎卖多少吗？4公吨。你知道我们的年产量多少吗？12到17万公吨，卖多少？你说啊，我们在这个打入了法国的高端市场，打进了他们这个猎奇的市场，他们是当猎奇的心态来去买的，因为太好吃、太特别了，没有说那么细致、那么香甜的东西。问题是少少的、几万分之一、几十万分之一，你说这个叫做打入法国高端市场，可以被总统拿来说嘴。你让这个卖艾文的、卖这些凤梨世家的，你就是想哭都哭不出来，卖那么一点点能够怎么样塞牙缝吗？所以我就说，你真正的有办法，而且它是花了很多的冷链补助，我们用很昂贵的冷链，让我们的世家跟我们芒果送到那边去不会坏。都是政府补贴的那你政府继续补贴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要就事论事，你要务实的去谈，而不是连这个事情都在务虚。不是，今天赖清德很奇怪，换个市场路更宽。今天下大雨，对不对？很多房子漏雨，对不对？包括总统，我是房子漏雨，换个大一点房子不漏雨不就好了吗？那讲废话嘛。要不然就是说，农业部、经济部、外贸协会帮我们的果农去开发市场，要求我要看你的成绩，明年给我增加多少外销，否则我就撤你的官。把你的这个官帽拿掉，这也是个办法。换个市场路更宽。来，龙介兄，这是在法国摆摊我们的爱文芒果，它每公斤卖16.9欧元，大概是600块台币。那这个是一箱14颗啊，你收到的芒果是一箱12颗啊，就是14颗5公斤就5000公克。那农民啊，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多5块，这个礼拜12颗就5公斤12颗的芒果，
农民交了，你跟农民收的价钱是105块1公斤。好，那14颗的是75块，就掉下来。16颗的农民1公斤只拿到60块，18颗的50块。我跟你讲，去买酸芽瓜，加工的芒果1公斤多少？15块。那18颗是50块，加工的1公斤，农民才收到15块。你说你帮他卖多少？到法国，1公斤平均，我们这样讲，所有的芒果，因为一棵树里面有大颗有小颗，对不对？它总平均交到交货集货场不到60块1公斤。你补贴到法国的运输1公斤多少钱？85块。补贴运输哦，那补贴贸易商的，就是说台湾到法国运输大概要440块1公斤。它不是，它是走空运。空运的。那我们是因为高甜度、高水分的水果，亚热带的水果是不适合长途运输的嘛？海运不行。所以你要很快速到，所以它光是一个 M3，你刚刚讲4公吨，我跟你讲，一个20尺的货柜就18公吨、17公吨，40尺的大概装到34公吨，它卖的不到半个货柜，半个20尺的货柜一整年。所以你讲改农民，你刚刚提到大丰收的时候，果贱商人为什么？我们今天是要求一个通路，有通路，不是大陆跟你买了芒果，跟你买个10家，你就大发利市，你就大富大贵，不是的啦。是有通路在的时候，我农民丰收的时候，我价格不会崩跌，我就不需要人讲青价都无够，各人去拍光，因为青价就是较新鲜啊。啊！是卖出去，我唔卡得爱去拍旺来干，拍酸芽干。农民，他这个新闻一出来，农民我讲的，因就靠我。你讲家啊，你唔得去讲一个，吼！我较收贵一尔，什么1公斤伫遐卖600配898，我就收60尔啦。农民就收60，剩的500几块就是补贴。记得4年前，我们不是把香蕉卖到迪拜吗？农业部又出来哦，大肆渲染。你看，阮去法国卖了，去迪拜我卖了偌好，跟农民买1公斤香蕉17块，补贴运费1公斤70块。那一天邱垂正在洪威在咨询他，因为农民没去找洪威陈情，一催我知影说，我刚好在他后面，我讲你当我别讲。好，卖的好价钱，卖多少你知道吗？不知道。补贴多少知道吗？不知道。跟农民拿多少知道吗？不知道。你的公司我们卖了很高的价钱，农民有通，不需要这样嘛，找个通路。我跟你讲，台湾的凤梨啊，可以卖到大陆啊，坦白讲就是我。陈年来讲，你这个市场以免克政，我跟你讲，我跟大陆交流你不要政治采购，我请你把通路商找来。我带着通路商百果园呐，他有8000多家的直营店呢。我说你通路商来，本来要去买芒果，爱文芒果，刚好台风来就掉光了。后来我带他到关庙，他吃到那个金钻了，他说：“龙介兄，我没有吃过菠萝这么好吃的，这么滑顺，纤维这么嫩，而且甜度还是17度以上。”他说：“你看他有多少，我统统买。”那农民说：“龙介兄，不要卖大陆，会不会收不到钱呢？”我说：“他先付你钱呢。”后来他不卖，我说：“那你们公司派，因为你们公司有台湾人，你派他回来，我带他到屏东、高雄、台南、嘉义，把这些卖凤梨的统统找来，直接采购，他的价格拉上来。”我跟你讲，那7年了，就到2022年停的那一年了，228停的那一年，他总共买了8000个货柜的凤梨，就单这一家通路上。你知道有通路的时候，农民丰收，我这里不会价格崩跌，我才真的3年才一次啊，他有赚钱了，这是农民的心声了。那你没有通路，我丰收我就摸咧烧啊，惨啊，一个菜市啊一堆股在你拣啊。变成这样子，
通路的重要是在这里，不在你把那个通路卖的价格多高，你透过补助做样板不需要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沈伯洋天天都有新闻哦，他声量是蛮高的哈。他说蒋万安把台北市政府当表演的舞台，蒋万安没有专业，又讲不听，还用他的姓说讲不听，讲台不听，我讲台不听哦。好，最近呢，因为这个沈伯洋说，将来你们这议员跟市政府官员所资料哈太厉害了，应该将来会有一个 SOP 才对哦，让官员不要这么辛苦。结果呢，讲了以后呢，结果烧到台北市议会，他们就问到底谁是台北市议员所知最厉害的？哦，就搞了半天哦，是2个啊，一个林延凤，一个简舒培，说呢基层国民党议员说市政府的基层私下叫简舒培所知的佛地魔，而且不但要所知，而且要限时，都要多久之内赶快给我等等哈。那沈伯洋说：“我在问你，你答 B 啊？我讲一个制度啊，你就把议员搞出来干什么？哦。”那另外呢，这个蒋万安说，报复性的所知伤害公务员，所以所知是可以的，因为要有资料，但是不应该，比如说，假如不爽对谁，就报复性的所知，哦，这个不好了啊。那另外呢，好，一个最新的民调哈，这个正传媒做的民调，蒋万安如果选举55.2%，沈伯洋27.5%哦，所以呢，显然是碾压，几乎就是1倍了啊。那另外呢，6大选区，台北市有6个选区嘛，士林北投、中山大同、中正万华、这个内湖南港、松山信义、大安文山都赢，哦，看好度也都赢，哦，都是差很多的，69-17、63-19，然后68-15，哦，这个内湖69-11，松山信义75-12，大安文山75-14，所以呢，6大选区全部看好啊，没有什么哪个选区是不看好的啊，说比较偏绿没有。那另外呢，这个45.38%的民进党支持者也不看好沈伯洋哦。那这次他们做调查，政党倾向，就台北市有30.3%是支持党的，29.7%支持国民党的，9.5%是民众党的，不偏任何一个党是26.7%哦。所以呢，就算倾向民进党的，也认为蒋万安当选的几率是45.3%，陈伯洋只有42.8%，所以也认为这个蒋万安当选的几率比较高哈。那另外，民进党的支持者里面支持陈伯洋只有76.1%，照理讲民进党支持应该全部支持陈伯洋啊，民进党就征召了，但是呢，只有76.1%，民进党支持还有11.7%说要支持蒋万安的哦，国民党的支持者有55.2%要支持蒋万安。啊，不，整体啦，55.2比27，国民党支持94.7要支持蒋万安，哦，那民众党支持94.7要支持蒋万安，不偏任何党，这很重要，中立的47要支持蒋万安，只有10.2%支持沈伯洋，哦，所以看起来沈伯洋最近虽然声量很高，但是支持度其实并不高的哈。那蒋万安如果连任台北市长，能不能很多人讲说国民党2028没有人了，除了这个蒋万安，有人这样说了哈。虽然卢秀燕哦，虽然这个其他人哦，韩国也有人看好，但是呢，很多人有说蒋万安还是最强的，他应该选2028。支持蒋万安选2028的34.8%，48.9%是不支持的哦。不过当然对蒋万安来讲，先把台北市长连任再说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哦。那秦慧珠说呢，洪英伟哦。说呢，这个被蓝营的粉专发起这个巨头，蒋万安说支持首长为政策辩护，说呢这个英伟是市政府的首长啊，他为市政辩护有什么错呢？我们看一下，台北市获得有史以来的最佳成绩。出席台北市民防大队金赞奖颁奖，蒋万安致辞时再晒台北市成绩单，打出市政牌。在正传媒的最新民调当中，蒋万安支持度55.2%，超越对手沈伯洋27.5%，看好度更高达70%。就连偏绿民众的支持度都赢过沈伯洋。只不过若连任后就转战2028总统大选，只有34.8%的支持，能不能做好做满，市民都在紧盯。是持续的专注在市政上面，持续的
建立更多市民有感的政策。现在离选战还有5个月那我也才刚提名1个月，那我们是应该要等到1128的时候才会知道最终的结果。沈伯洋对选战也有自信，而他的战略就是猛攻蒋万安市政。在24号的基层座谈会上，沈伯洋猛轰蒋万安，把台北市当成舞台，不真不善，台北市自然不美，更批评他的无人公车政策是讲不听，距离人民太遥远。同时，在明年下半年，很具体，我们就会先从台北市15条公车专用道开始逐步的布建无人自驾车。我觉得从这个民调当然就看起来就是讲完整个海放沈伯洋，因为那个支持度实在是碾压。那我特别去看他在中间选民的部分，中间选民沈伯洋只拿到10%，我觉得这个是实在是太低了。这当然跟沈伯洋过去他的表现，因为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他担任不分区的立委，他现在谈很多的市政问题。但是当他当不分区立委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关心过他没有关心过任何的教育问题，他也没有关心过治水问题他也没有关心过什么农产品的什么外销问题，他只关心一件事，他的议题全部只有一个抗中，他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他转化成一个市长的候选人的时候，他面对很多因为市政议题，事实上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多如牛毛。那他每一次谈到市政议题，那其实大家都会觉得非常惊吓，怎么会他对这市政议题的回答，所以就变成很多人讲说，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有的人在讲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废话。甚至网友有人讲说，他是不是受过非常严格的废话训练比如说你讲到治水问题，他可以讲说治水问题很重要。那有的工程在进行，有的工程没有进行，有的有完成，有的没有完成。但是呢，很多的问题这么重要，都是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态系。每个听完之后，请问你的重点到底在哪里？那同样的，因为就是他对于这些市政议题的生疏，当他想要表现的时候，常常就会出包。比如说，这2天引起就说有关于议员所知对于基层的市政府的员工所造成的一些困难。那他一开始他可能觉得我要这个基层员工的票，所以他就说这些所知让这些基层员工非常困扰那他们有时候常常要加班，所以应该建立一个 SOP。可是 SOP 是什么呢？他也没有讲说什么样 SOP。那可是呢，马上那个就现在蒋万安的市政府就提出来，对所知真的很多呀，而且很魔鬼啊。那2大所知魔王是谁呢？一个是林延凤，一个是简舒培他刚刚好都是民进党的议员结果他又开始说，哎呀，你这个市政府问 A 答 B 然后大家又讲说他说那议员所知是天经地义那立刻就梗图出来你前一天说所知是造成这个基层员工的负担，然后第2天就说这议员天经地义，那到底要所知到底对还是不对呢？你的 SOP 是什么呢？所以就会一直不停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蒋万安目前对不起，沈伯洋目前碰到一些状况，比如说这个苏巧慧他在昨天还是前天我忘记了，他在立法院做一个什么营养午餐的，就是大家就是吃营养午餐要体验这个学生吃营养午餐。他找了谁呢？找了桃园市的市长候选人黄世杰，他没有特别找沈伯洋2个人追下来之后，那沈伯洋到了以后，还是旁边的委员很不好意思在这让什么？可是事实上苏巧慧没有找他好，那今天呢？因为这个台北市就是内湖淹水嘛那当然这个选区的议员呢，尤其要选举的，就不会放过这个操作的机会嘛或者是说他关系机会，所以今天高嘉瑜下午2点钟就说内湖他就说他要开记者会，那开记者会，当然他第一个帮他选区争取一些权利，那另外呢就批评那个市政府批评蒋万安。那时候我就在想说，这很好的机会应该要找沈伯洋一起去可是后来我看到也没有找沈伯洋，所以就说新北市的苏巧慧吃营养午餐没有找沈伯洋跟他一起坐在一起。那你台北市的这个议员，民进党的议员要勘灾的时候也没有找沈伯洋一起。我觉得这全部可以用现在的民调说明了一切。当然
我虽然现在蒋万安在很多的民调现在表现都非常好，但是不要忘记，民进党是很会选举的一个政党，而且它有庞大的这个来自中央的行政的资源，所以我觉得蒋万安到现在为止，他的选举我们还是审慎乐观。徐下讲回来。新北也很热闹哈，苏巧慧说呢，捷运三鶯线获准营运但是呢，新北市长照理讲应该市长宣布嘛，苏巧慧先宣布了那别人就问他你怎么抢先宣布呢？他说我是立委啊，我要交通部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通过叫回我不行吗？李志川就说对侯市长不尊重吧，侯市长这样一直建设争取等等经费等等那侯友宜因为在美国拓展新北的商机回国了，他说呢，人在飞机上收到好消息，所以呢强调荣誉归于市民终于这个三峡到莺歌那另外呢，这个江一珍也是国民党他是李志川竞选办公室主任，原来是国民党发言人了。那他现在到李志川那边去，他就说你好意思吗？当时你爸爸对新北的各种经费都去卡关。然后呢，现在呢，苏巧慧还来收割到底怎样？我们看一下。脸书附图宣布，交通部发函正式准予捷运三鶯线营运。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23号晚间写道：工期10年的捷运三鶯线，历经前总统蔡英文到总统赖清德与历任行政院长的大力支持，新北市府团队的努力，还有无数人的协助和关心，但马上被对手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阵营批评抢着收割，动用特权走后门，连李四川政见侯友宜政绩都要抢。我们时刻提醒交通部紧盯进度，要求他要有任何的一个进度，小进度、大进度，有这个报告的时候，都要在第一时间回报给我们。我想任何区域委员都是这样要求部会的。强调第一时间发文，也感谢了新北市府团队，但李四川在质疑通篇未提侯友宜。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苏巧慧可以先拿到这个公文，因为公文是发给新北市的政府。那这个我的对手，说实在，在这个拿到先公布，但是只字不提侯市长，我认为对他相当的不尊敬。交通部23号核发三鶯线营运许可函，看苏巧慧8点15分发文时间，早于新北捷运局直到8点48分才贴文，而这时新北市长侯友宜刚结束访美行，人在回台的班机上。不管三鶯线即将通车，或是淡江大桥，所有的交通建设都是不属于特定的个人或是机关，荣耀是属于我们新北市民，那所有的共享也是属于所有的大众的。新北捷运公司表示，相关通车营运时间，市府团队已经签核，没想到在通车之前宣布时间，也比谁先。另外，新竹跟这个竹北柯文哲当时选总统的时候呢，他得到38.33%在竹北的票，38%，赖清德、萧美琴得到30.9%，然后呢，侯友宜跟我得到30.68%，就是说这个柯文哲那个时候得的高一点所以柯文哲现在认为竹北他很有机会，所以呢，国民党新竹县跟竹北不能滚化盘起否则的话呢，将来可能难以号召小草。换句话，竹北将来可能就三咖都去选会变成这样子来，这个位置怎么看新北？我先讲，我觉得大家都做这个政治工作，我们当然有好消息，都希望第一时间可以公布给大家。那其实苏巧慧在公布的第一时间，他也就感谢新北市政府，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侯友宜他是因为在飞机上嘛，那我觉得他回答也是非常的好，他就说荣耀归于市民，大家都有功。那所以我觉得可能川博在这一题上面，我觉得他回应是太草率了一点我觉得不需要在这个当中去讲说，哎呀抢功，因为本来这件事情就是区域立委也关心市政府当然就是大力的来推动，这当然毋庸置疑。好，那刚才大家前面看到这个沈伯洋的议题我也特别想要讲一下，是说，当然以民调上面看起来，这个
民调本来我们都可以预期，沈伯洋当然不会是这个超前的态势。不过我们看到他选战打到现在，他推了很多这种市政的议题，其实都有效的让市政府来做积极的回应，来做更深度的讨论。我觉得这当然对于选战来讲，这当然都是加分，这个都是好事情。来，香龙。我们刚刚谈的几件事情反映选举确实开始热了，所以一些的县市长的候选人呢，都每天的抢曝光，每天要回应议题，也在创造议题。那你像台东的陈莹，为了世家的问题这么紧张，但是我觉得大家谈了半天之后，我觉得好像大家对凤梨世家不是太了解。我简单讲，就是任何要为台东农民讲话的人，只要认清一件事，台东是全世界最适合种世家的地方，全世界。凤梨世家不是台湾原产地，凤梨世家台湾呢，从澳洲啦，从以色列啦，从美国呢拿了一些品种改良，种得不错，但是世家是极为娇贵的水果。它不是随便我叫一个县市去种就种得出来。为什么台湾凤梨世家几乎都在台东，大漠世家90%在台东？那不是偶然。台东世家是一个不能太冷，不能够太热，不能太干，不能够太水，土不能太松，也不能够太硬。同时要授粉的时候，是农民每天呢自己拿着毛笔去点，拿在熊粉呢挖一下呢，点在瓷热，是这样子授粉的。它不是随便种的。所以今天当你禁止它出口，然后觉得你就不要出口到哪里，能够吃那种水果人不多，它注定是娇贵的。台湾应该跳脱蓝绿去看这件事情。沈伯洋在台北市，他很努力创造声量、话题都 OK。竞争上面来讲，他一定居劣势。但是台北市的看点注定是蒋万安，而蒋万安的重点不在于他的台北市有多少的支持率，而在蒋万安什么时候开始离开台北市，作为台湾真正带头的母鸡，而在其他县市也能够风起云涌的把其他的同志也都带上来，到那刻再来谈呢所谓的2028。至于三鶯线，它只是第一条线而已，没有错，它只反映了就是说呢，苏巧慧呢在台北县的选情竞争非常激烈，非常的紧张。三鶯线只是一条中运量的无人驾驶到三鶯，接下去是要延伸到桃园，是为了北基桃能够呢一体化的关键性的设计。你看得出来每个人都很紧张，也看得出来呢，在那种的选情很紧张，说大家无所不用其极，但是终究还是政治人物应该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规矩。我觉得蒋万安在跟他自己选啊，我坦白说，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我觉得沈伯洋不构成他的威胁。反过来说的话呢，他会让大家去看说，台湾的首都他可以选出一个什么样的规格，真正要参选的人，他是不是够认真，有做功课？那我觉得同样蒋万安也必须要拿出来这样子一个蓝图。那我觉得三鶯线这部分的话，坦白讲，它并不是一件大事情，而且讲苏巧慧有称赞有感谢新北市，但我觉得关键在于说，因为选举很重要。中央他把资源给了谁很重要，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为什么苏巧慧会比新北市，新北市是花了10年的时间去搞这个三鶯线，中间的话呢，中央还几度有点卡关，有点给他穿小鞋，就到最后连宣布可以营运，你都不先告诉新北市，不是在告诉新北市之前，先告诉了苏巧慧，让他可以对外去宣扬。我觉得新北市的人会高兴，我不相信，尤其这些人都那么认真，为了这个三鶯线。新德关跟德北